每到節日啊，法國人的餐桌上就一定會出現一道大菜，那就是鵝肝。但很少人知道的是，常年位列於世界3大珍饈之一的很遠很貴很法式的鵝肝呀，它其實離我們中國真的挺近的。而且當我嘗試用中式的調味邏輯去馴化它的時候，做出來的鵝肝居然給到了我意想不到的驚喜。就是這個味道，1秒鐘把我帶回童年的味道。嗨，我是喜歡帶你們探索美食的肉仔肉，今天跟我一起帶你們做一個又川又法的川式風味法式鵝肝，讓你們在即將到來的節日季啊，也能夠大展身手。廢話不多說，咱們直接進入正題。首先啊，就是選料和處理。之所以說鵝肝離我們很近，是因為如今依托於咱們強大的養殖業啊，中國已經占了鵝肝全球產量的1半左右，所以在國內啊，要買到好品質的鵝肝其實並非難事，只需抓住關鍵詞生鮮、特級或者 A 級，找正規的大品牌養殖店即可。當然，直接買整肝是最好的，品相飽滿、外觀沒有破損和血點的鵝肝啊，按照等級分類，整只重量一般是在500到1000克左右不等。選購的時候，我們按照每人吃100克左右的重量來計算就行。家裡要是有一個像我這麼能吃的，那咱們另當別論哈。然後就是處理。整肝的處理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去血管，正好我前段時间專門去農場學了一下，在這裡啊就詳細的把我的學習成果匯報給你們。從肝臟的結構來講，我們要處理的肝臟一般分為大葉和小葉2個部分，它們各自啊在靠中間的部分都有放射狀散開的血管分布，所以要找到它們其實也非常簡單，只需要沿着鵝肝的正面，也就是咱們凸起的這一面，從中間部位環狀切開，在你把鵝肝掰斷的時候，主血管就会暴露出來，然後我們再用小刀沿着血管的脈絡輕輕的刨開肝臟，用手指伸進去推，你會發現這種脂肪含量超過30%的肥鵝肝啊，觸感就和黃油差不多。咱們保持中等力度，你就能順利的找到其中的血管，並且把它們摘出來。這樣操作下的鵝肝，相比直接攪打成泥狀，它既能保留一些整塊的口感，也能減少在烹飪過程中的出油，形成最後咱們冰淇淋一般的質感。這個血管找出來還是有很多的，我說實話。當然，其實就像我們上課的時候，chef跟我們說的一樣，就是你不用太過於去糾結這些細枝末節裡的那些毛細血管啊，你只要把這些主血管去除了之後，其實口感就已經非常的好了。接下來就是調味。基礎的味道，我們需要給到1.5%的鹽和1%的糖。在此基礎上啊，鵝肝其實就像是調味黃油一樣，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味型變化。我們的川式調味1號便是用大紅袍花椒搭配醬香科技而成。這不僅啊是西南地區的經典味道，它2種組合啊也能完全壓制和馴化鵝肝的臟氣味，並且我們後續將採用的是低溫烹飪的方式啊，花椒和醬香科技的香味也能完整的保留和融入在鵝肝裡邊。什麼叫醬香科技啊，小伙伴們？這裡啊，我們需要用到0.5%重量的花椒，磨成粉，均勻的撒在鵝肝上即可。然後我們拿出可以進微波爐的耐熱保鮮膜，鋪開後將鵝肝轉移到保鮮膜上，把它鋪成一個方形。然後倒入我們的醬香科技，至於量嘛，就要看你們有多愛喝酒了哈。接下來我们需要像裹壽司或者是蛋糕卷一樣，把鵝肝捲起來，再像香腸一樣擠出空氣，將2頭收緊，用繩子固定好。當然，你也可以用一個方便脱模的容器來做這些事情。然後我們的川式調味2號啊，則是我一直想要復刻的童年記憶——張茶鴨。咱們基礎調味的鹽和糖的用量不變，然後加入少許的胡椒去腥，再然後我們將茉莉花茶用研磨機磨成細粉，均勻的撒在鵝肝上，並且按照老規矩把它裹起來。那些傳統的做鵝肝醬的配方啊，可能會讓你們用什麼烤箱啊，或者是低溫慢煮啊這種方式。但今天我要教你們一個更加方便、快捷、穩定、具有咱們自己傳統特色的方式。那就是用蒸的。当然還要有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就是溫蒸，因為掌控中心溫度才是我們能夠掌握鵝肝口感的關鍵。在這裡啊，給你們2個溫度作為參考，中心溫度55到60度出爐，就是傳統的法式 mi-cuit， 也就是半熟鵝肝的溫度。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口感極致絲滑、脂肪香氣充足的鵝肝，但保存期限僅限1周。如果中心溫度達到70度以上再出爐，即為全熟。雖然會損失部分的口感啊，但是完成巴氏殺菌，家裡有小孩或者年長人群的時候會更加的安全，也可以存放更長的時間。
你們還真別說，我聞到了一股川味香腸的味道。我知道你們現在很着急啊，但是你們千萬不要着急，因為這個東西還要等到冰箱冷藏一整晚之後，它才可以達到最佳的風味。The next day. 他们俩现在都已经是完全凝固的状態了呀！你真的是隔着保鮮膜都能透出來那個醬香科技的味道啊！迫不及待，試試吧。我勒個天！醬香科技跟花椒的味道，我說實話，這個味道真的很像我們川味香腸的味道啊！因為川味香腸其實也會用到很多花椒跟白酒嘛。你看這個黃油一般的質感，可太絕了。自己做過的話，你們就知道和市售的區別到底有多大啊！因為市售的鵝肝醬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它要達到80消毒的溫度，時間也比較長，所以它會煮得非常的老。而我們自己做的，因為我們要求的其實只是表面殺菌，雖然我們的整體的保質期會短一些，大概1周，但是它的整個絲滑度跟整個鵝肝細膩的程度啊，類似於冰淇淋黃油的一個絲滑質感，是市售的這些鵝肝完全沒有辦法比擬的。吃不完的鵝肝啊，別忘了切片放在保鮮袋中，冷藏可以存放1周左右，冷凍的話則可以存放至多2個月。下面是我們的章茶風味鵝肝啊，同樣是無比的絲滑細膩啊，就是你看你手指放上去，它都會留下指紋這種細膩質感，我的天！我為了更加的還原傳統的四川章茶鴨的味道啊，我會再增加一個靈魂步驟——煙燻。不過遵照傳統的章茶鴨，我們還有一個靈魂步驟，將茉莉花茶填充到發煙槍中點燃，煙霧裊裊。我們將等待的是章茶鵝肝注入靈魂的時刻。我們等它大概個10分鐘左右，讓它煙燻的味道完全的沁進去，就 OK 了。好了，麵包也熱好了，我們現在就開吃吧。那個煙燻的味道進去了呀。這邊是我們的章茶鵝肝，這邊是我們的茅台花椒鵝肝。然後我今天還準備了2種麵包啊，一種是老式的黑麥酸種麵包，它具有非常濃郁的麥香味啊，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用來搭配鵝肝的一種麵包。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傳統的法式的pan d'épices，叫香料麵包，它就是一個專門用來搭配鵝肝的節日的時候吃的一種麵包。你看它裡邊有無花果乾，有核桃，然後香料的話它有肉桂、八角，加上它蜂蜜非常的多啊，你會感覺你吃的是一塊紅燒肉麵包。當然你們也可以配，比如說我們常見的藍莓果醬、蔓越莓果醬、覆盆子果醬、草莓果醬、橙子果醬、檸檬果醬、柚子果醬，甚至蜂蜜柚子茶都是一個非常好的配鵝肝的果醬搭配，因為果味會把鵝肝的這個內臟的稍稍有一點的腥味給壓住，並且帶出鵝肝本身的那種回甜絲滑的感覺。哇，我不得不說，醬香科技的加持可太牛了。法國這邊的傳統菜譜啊，他們會選擇用香檳、貴腐酒或者是白蘭地 Cognac 來加到鵝肝裡面。這些酒類它本身所帶的那些葡萄的那種濃郁的發酵的熟成的這種味道啊，會很好的給鵝肝提升一定的香味層次。但是咱們的茅台一點都不輸白蘭地做出來的鵝肝，更適合咱們吃慣中餐的味覺記憶的一個味型，非常的棒。而且2%的這個鹽度，就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用來做塗抹醬的一個鹽度。我們加的那些糖，很好的調出了鵝肝裡邊本身的一些鮮味。說到這個，我就不得不提一句啊，川菜體系裡邊其實是非常注重加糖這一點的。川菜術語裡邊叫做合味，這個目的就是柔和各種比較尖銳的味道，並且提出所謂的鮮味。鵝肝醬裡邊其實體現出來的是同樣的一個結果。好，下面我們來試試我們的章茶風味。就
就是這個味道，1秒鐘把我帶回童年的味道。小時候跟我爺爺奶奶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家旁邊就有一家张茶鸭店。张茶鸭是经常出现在我們家餐桌的一個東西。它原本其實是花茶、樟樹葉煙燻之後的一種滷過的、油炸過的鴨子啊，但它的工序還是很複雜的。但是我們今天其實是取其神，木質調茶香，然後還配着一點點茉莉花的香氣，加上煙燻的風味，它把鵝肝的膩感跟腥味壓到了最低，你进嘴滿嘴都是茶香跟木質香薰的味道，你腦子感覺在吃的是張茶鴨，但是你嘴巴裡吃到的絲滑的冰淇淋般的這麼一個口感啊，完全是另外一個東西。好啦，相信你們在掌握了鵝肝的操作方法和制作方法之后啊，相信你们也會發現這並不是一道非常難的料理。有意思的是在於怎麼樣給這道料理賦予獨特的靈魂，怎麼樣在這個鵝肝原本的基礎上去加入自己喜歡的一些味道和自己對於味覺記憶的一些理解。我覺得這是這道菜最有意思的地方，也是我希望你們能夠去發散思維，去帶入你們自己對美食的見解理解的這麼一個地方。不知道你們在這期視頻之後，你們又會做出來什麼有意思味道的鵝肝呢？彈幕留言評論分享給我吧，歡迎你們來交作業。好了，如果你還喜歡這期視頻的話，請你記得一定要幫我點讚、轉發、投幣、收藏，一鍵3連。如果你還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請你記得一定要關注和訂閱我的頻道。我們這期視頻就先這樣，下期視頻再見 ，Peace out。我把剩下的吃完。